对，我就想知道牧师和师母你们哈，真的怎么来操作？因为其实你们都讲了，我们很羡慕，我们也有可能很嫉妒啊，这么好的关系，我们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我们调转身，我们就不知道该干嘛了，对不对？我们也想存款嘛，可是我们怎么存呢？我们从哪一步存呢？是从先说老公我谢谢你开始存呢，还是说我感谢你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很想知道他那个具体操作。你们两个人怎么从这个，比如说一天开始早上每一句话晋升啊，我们就帮助大家能够真的干起来，不要仅是羡慕人家，看到你们这瓶好的补药，我们就吃不进去，不能吃，好不好？啊，没钱买，或者说买了也不吃，他不知道怎么吃啊。你给我们一个药方好不好？早上吃几粒，晚上吃几粒之类的啊。我们很想知道牧师和师母你们两个人的药方到底是怎么样，好吗？那我请师母你先来吧，你来跟我们讲一讲哈，怎么开始实现啊这个第一步骤。我觉得我们的开始是从参加完夫妻恩爱营，然后我们明白也了解了爱的不同语言开始，然后根据我们的需要，就是有些人吃肉就能饱，有些人就是要吃素，对吧？所以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个那个语言上的哈，我要听到，我要看见，还要表达，要口语表达哈。那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其他同学们都知道哈，因为我老公很聪明啊。比如说，好像我记得有一个环节哈，就是说放了一个篮子哈，姐妹们把你对老公的期待哈放进去，那结果呢？结果就一个个拿出来念嘛哈，念到一个，我老公就立刻说：“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太太。”为什么呢？他说：“我希望老公。”你能够用各种角度的方式，不同方式肯定我，每天还要吃新鲜的，还要吃有变化的这个说法哈，不能重复，不能样板然后弟兄一听就这女人太麻烦了，这是谁的老婆啊？我老公就说应该是我家的。我家的老婆嘴刁，比较难养啊。那其他人就说：“那你用我爱你，用各种不同语言给他轮着播放算了，这样来给他支招，你知道吧？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哈，就给我的老公挑战特别大啊。所以我们其实是因为老婆的嘴刁，老婆耳朵要求高，老婆这个食量大，所以造就我老公有这个本事。那是因为我的主要两个爱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语跟这个精心的时刻啊。所以为什么会每天早上做早餐坐在这边然后吃，然后那他自己的爱的语言或他妈妈传递给他的爱语言就是行动的部分，就是这叫什么？行动的是什么？老公？你还记得吗？服务的行动，服务的行动，对对对，所以他已经很会干活了。那有些太太会觉得，哇，你光说不练，我宁可你去帮忙倒垃圾、收拾家里，对不对？我跟我老公跟别人不一样，他很会干活，所以我不需要多鼓励他。我当然可以多鼓励他，但他这一部分已经做的比常人要好很多了啊，所以那部分我不缺乏，而且他做与不做。做得很好了，因为他本来就会做，所以我也不会，我从来没饿过，所以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个难处哈。但是这个肯定的言语是他的弱项，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讲这个部分？因为他的确是弱项他很容易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也这个行动大于空话是这个做法的实践者但是每个老公不一样所以你说具体要怎么去操作我相信每个夫妻有每个夫妻的不同的这个叫 chemistry， 叫什么？他们会有不同的 chemistry， 中文怎么讲？老公？化学对，他们会有自己独特的一套配方出来那我们这个抛砖引玉出来，也想要
多多参考别人的好例子，对不对？好，但别人的菜我们也不一定能用，但我们还是可以分享我们的。就首先嘛，你自己一定要有下那个决心，说这就是我的工作啊。经营家庭是我们的本分，经营关系、经营婚姻是我们基督徒基本功，对吧？所以结婚的人，就神就是给我们这个负担，我们要把婚姻经营好，我们要把家庭关系经营好。所以这个你就责无旁贷了，你就不能偷懒那个代工，偷懒代工就不行，对吧？所以这个决心下了，所以就扎扎实实的愿意干哈，而不是3天打鱼5天晒网，是不是？打鱼2天晒网，对啊，只晒2天还行，晒5天就不行了。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是有招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哎呀，就是扎扎实很死板板的哈，一句一句的，一字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哈，然后把这个量给存够了。好，凯川，你刚刚做一个比喻非常好，就是要能够积那个利息，对不对？我跟你讲，利息什么时候才有意义？就是量大了才有意义啊，对不对？你才存那么3块5块，那个利息你也看不上眼，对吧？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这么大的量的时候呢，这个利息搬起来就很有意思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没有quantity， 你不要跟我讲 quality， 量大是必要的，量出来了，这个值才有在里面，才有值的空间嘛。好，所以我是觉得下那个决心是肯定的。方法好很多种，我们之前讲过，说我最近我自己从这个纸本的文字档哈，最笨的方法哈，然后慢慢进步呢到语音档哈，语音档用呢，要改成这个图片档哈，比如说我就是家里常常照相的那个，对不对？看到有一个感动，照一张哈，然后打一行字在社交脸书，我又开了一个相簿啊，取名叫电子存款，然后就把这个照片放上去，就讲哎呀老公哈，谢谢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累积起来它就是一本这个电子的存款簿，对不对？你想搬家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里就一箱，你知道吧？这搬家也是很累的，所以它累积起来，这个看起来挺过瘾，但是搬家很痛苦啊，所以我们就文字档到语音档到图片档，现在上网络电子档，而且呢，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第一个你自己吃的很香，别人看了也有效法的空间嘛，对不对哈？那坏处就是我们常遇到的就是有这个酸民出现了，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看看人家老公做的比我好，羡慕嫉妒恨就出来了哈。那要不然就是有人家先生弟兄顶不住压力了，来怪我说你没事在那边说你老公好，害我们压力很大你怎么这个不收敛点哈之类的哈，那这个就没办法了，不好意思对啊，我说我觉得公开肯定，尤其是我们在经营夫妻关系的这个小团体里面，弟兄们可能会有竞争心态，这个我们会有压力，但是你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你就不愿意做得好嘛，我们还是要做好，对不对？因为我也不是为了他们怎么看，我们是为了自己关系要进步要享受嘛哈，所以呢做得好的人可能会有压力但是不用担心，这个我觉得我顶得住那你不能不检讨，先生们不能不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好，去检讨别人老婆分享人家先生多好，这个焦点有误，这个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阶段性有不一样，好，方法可以很多元有些姐妹也许音乐好的，她可以给她老公唱一首歌，作词作曲，对不对像我老公有时候也会给我一些新鲜的创意比如说他就讲有一次预计要带我出去吃饭，结果教会出了事情，他就临时改弦易辙，怎么做呢？好像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小组这个之前，原本要出去吃饭的计划打消了，很失望。
结果呢，没有想到小组开始以后，我老公他急急忙忙的进来，然后呢上台跟大家给这个小组开张嘛，祷告，然后就念了一首诗，一首长头诗来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把我吓傻了。他说这长头诗是15分钟前他一边赶着吃晚餐一边做出来的，我就很欣赏，因为我先生在文字功力上的确是比别人强一点哈。那有些人他就很会手工，给他老婆打造一个这个，弄一个修理的那个，就是才干不一样，真的做法不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先生的才干哈，不能拿别人先生的才干要求自己的先生，这个也是有点强人所难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们会觉得你花时间存款，这是一个投资，有时候会觉得我不想，对不对？我愿意有获利，但我不愿意投资。但到后面就会发现，我觉得我们参加完这么夫妻恩爱营的这个跟进小组参加几年下来，我觉得我跟其他的夫妻们都有一个看见，就是你一开始就是因为吵架而存不了款，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层次。后面一个层次就是因为存款不够，所以我们吵架啊，对不对？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宁可花时间存款，也不要花时间吵架，对不对？因为你时间就会花，你花时间存款，你是事前的预防，对吧？这个草地湿湿的，丰沛的水泽我们的花就开得美美的，仇敌有火箭攻进来，扎在草地上，它也燃不起来，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是枯干的一片草地，对不对？我们羊儿都吃不饱，加州或是温哥华的山林一样枯干干的，对不对？你随便一点煽风点火就整个就一发不可收拾，你花大量的人力财力，甚至对不对？什么东西去你都还救不回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正聪明会经营关系的人会愿意投资这个时间，会愿意投资这个心理，对不对？你觉得离婚不花钱吗？离婚可花钱了，对不对？花钱不过是最小的代价而已。所以宁可花时间来存款，也不要花时间来吵架宁可花时间经营婚姻，也不要花时间跟律师讨论你的婚姻所以这是我认为在存款上面的一些体会。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